上，主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发生什么了？我把他杀了。什么？我把他杀掉了。主上，你就算是为了帮明义，你也要保护好你自己啊！我没事，夫人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现在很好。来，主上，你三番五次为了帮明义对付穆启柏，恐怕已经变成他的眼中钉了。穆启柏要对付的不只我一个人，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去帮这位朋友吧。司叛堂上报说，韩风君绑架了明义仙子，还动了私刑，可是真的？本君是探查得知，明义身负灵脉，季伯载窝藏包庇，本君自然要查个清楚。明义仙子有灵脉不假，但包庇他的人不是季伯载，是我。我早就想让他为寿华胖宫效力了。胡闹！仙子身负灵脉，本就视为不祥。你居然让他进寿华判宫，这可笑的规矩早该破一破了。本公主择日就以寿华判宫尊者的身份下令，凡极星渊境内有灵脉的仙子，无需躲藏，都可参选斗者。叔父与其关注一个仙子有灵脉这等小事，倒不如交代一下，在这件事情当中出现一具焦骨，那死人为何来自逐水灵州啊？他死了？他是谁？不论他是谁，都轮不到你来质询本君。那具逐水灵州的焦骨，我查不到也无妨。但叔父不妨想想，今日之事，司叛堂为何这么快上报于我？叔父，极星渊已经不是你能一手遮天的了。叔父如今越来越猖狂了，竟敢与逐水灵州都有瓜葛。公主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如今司叛堂不会再为韩风君所用，我们不能直接问罪吗？叔父就算进不如昔，要想动他也没那么容易。如今唯有唤醒夫君了。不管用什么方式，我看你根本就不了解你家主上，他根本就不会不管民意。吵死了！主上昨晚带着你家主子的未婚夫人去泡汤取暖疗伤，你有空在这儿多嘴，还不如去盯着点，免得你家主子头冒绿光。我才懒得管呢，冒绿光的又不是我。谢谢。虽然你平时对我们有敌意，但是明知有危险还陪我去龙礼台救人，你人还蛮好的。关键时刻挺想义气。你去了，万一被抓，扛不住严刑拷打，说出无归海什么秘密，那时主上才会真的有麻烦。况且主上助你妖极离时，是明义仙子帮了我们，所以这么算，我得还他一次。那要按你这么说，你帮我打了孙辽，我也得还你一个人情。不许！这样吧，我答应你3个要求：
不需要，别自作主张。这样，第一个要求就是我陪你钓鱼。我看是你自己想钓鱼吧。还有，不许偷吃我晒的小鱼干。行，就当第二个要求了。这么敷衍？哼，也行啊。那鱼竿你来买。哎，我刚才去给蛇师傅写了飞书，让他仔细研究研究勾魂摄魄之法到底能不能压制住离恨天。你这次动用灵脉，竟是未被反噬。有劳你替我操心这些。这么可惜，你怎么了？明夜，即使你再喜欢他，也不要动摇。你的命只有一条。是啊，人若死了，爱与不爱有什么意义呢？等我真的偷到了黄粱梦，他就会以为我一直都在骗他，肯定恨透我了，那就结束了。他一贯干脆果断的，应该没多久就把我忘了。会忘的。一次次为相逢，还为什么？愿褪去盔甲，忘了自由。这样倔强的我，被爱情有，有你才懂得。师父，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我似乎已经不在意他的过去种种。他究竟是什么身份，对我来说也已经不重要了。只要我确定他是真心在乎我，就够了。无论未来如何，我信他。主上虽成功炼化妖元，但还是受到了妖元的侵蚀。主上一定要注意身体啊！别担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孙流啊，本来你们吉星渊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的。若不是陈渊萦绕瘴气，正适合孵化妖兽，父君也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寒风君。如今妖兽军没了，我好好的一个兄长也这么不清不楚的死在了吉星渊，你们这差事办的，我怎么向父君交代啊？二殿下，二殿下，这事儿还请您代为隐瞒。您看，朱水神君那么多儿子，不死伤几个，
怎么能看到您呢？您说是不是啊？我竟兄友弟恭，都是被你们这样的贱坯子挑唆坏了。反正妖兽被季伯宰炼化了，你竟也该覆灭了。就先从你开始吧。二殿下饶命，饶命！其实韩风君还留了一手，他私藏了这尚未成型的妖兽。大哥久久未回逐水灵州，父君让我来看看什么情况。谁知道，大哥竟是死了。哎呦喂，什么破茶！哎，不过此事也简单，我只需要回去说，是为了养成妖兽君。大哥牺牲自我，怎想耗尽灵力，最终决定主动献祭，多感人呐！这传回去，还能成为一段佳话呢，正好也解了韩风君的窘迫之境。承蒙二殿下好意，但是我没有听懂。妖兽已经被季伯宰炼化了，消失于世间，我们怎么做才能给逐水神君交代啊？都这个时候了，韩风君还要扯谎？孙辽都交代了。听好了，把你私藏的那只妖兽交出来，这样我才能在父君面前替你遮掩遮掩。二殿下，是你听好了，现在东西在我手上，求人得说请。请？你知道本君手上的东西要怎么用吗？啊？如果你肯配合本君，把一切推到那个不会说话的死人身上，将来本君大业得成，吉星渊的一切，还算是你二殿下的功绩。那你最好尽快。父君可没有我这样的耐心。请呢？那就请你尽快。姐姐，你身体怎么样了？我已无大碍，多谢司徒仙君关心。就是我很好奇，仙君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快的？天机公主他们都来了，我只恨自己不能更快。啊，结界边上不是发现了一具无法辨别的尸骸吗？司办堂查验过了，暂且无法确认他的身份。啊，那个尸体的手腕可有伤？我虽没见到那人长相，但是我看到他手腕上有被划伤的。有的，倒是有的。是吧？嗯。可我听说，那个尸体都被法术烧成一具焦骨。司徒仙君，你又是怎么看出他手腕上有伤的？可能。姐姐，我不杀他，他就要杀你了。
姐姐到底还是在意我的。齐先生以后有灵脉的女子都不用种引魂钉了，太好了，以后是不是就有女斗者了？公主真有魄力。殿下，我要这个。好，谢谢。张台，你被伤成那样，现在真的没事了？哎，你放心，天机公主给我治了伤，你让你那个弟弟27给我送的药，我也喝了，现下这身子比之前还硬朗呢。别担心了。殿下，再要一个这个。好，都是我连累你，谢谢。要出什么大事，我真的……你不准那么说。哎，对了，你看今日我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？画了海棠红的腮红，还有远山黛的眉毛，都不是。你看，我能用灵脉了。受伤之后，天际公主命人给我治伤，竟然发现了我的引魂钉。他们问我想不想拔除，我当然愿意了。所以现在我也是有灵脉的人了。虽然已经不能再突破什么境界，但好歹修为也精益了不少，以后做簪子就更能得心应手了。你拔那引魂钉可疼了吧？啊！幸好你现在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了。好啦，你也看过我了，就快回去吧。季仙君都等你半天了。你们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哎，好姐姐，你别问我了，我不想说又不想骗你的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有许多秘密，我也不想问你，但我看得出来，季仙君很喜欢你，他对你挺好的。当然这不重要啊，重要的是你怎么想的。其实你也喜欢他。是啊，我没想到我还是喜欢上他了，但终究是不长久的。可是明义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世上，欢愉一时都是难得的，就算日后离散，难道今时你见到他就不会满心欢喜吗？店家，这个帮我包一下。好。看来你是不愿意了。无妨，本君不强人所难。毕竟你不去做，本君也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办到。可等事成之后，我仍告诉所有人，是你动的手呢。韩风君说笑了，手下乃一介医仙，能力低微，韩风君要传播这样的故事，怕是无人会信的。怎么会？这才应该更可信吧？能力低微，所以卑躬折节，择主而事。终有一日，你对神君动了手，纳了投名状。这一切听着多么合理呀！既然最后横竖都是医仙动的手，
那这偌大的功劳，你是领还是不领？严贤君，公主有请。严贤君，请吧。公主，公主今日唤我前来，所为何事？本公主身体不适，所以想请严仙君来诊脉。公主面色如常，如何就身体不适了？梦魇，梦到你杀了我父君，所以心神不宁。脉急而弦，不似梦魇虚弱。公主似是紧张。我紧张什么？我看严仙君倒是有点紧张。公主只是想戏弄在下吗？你可以走了。夫君。公主，还给我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明白。公主就算此刻想装糊涂，我也可以禀告韩风君。但公主想要做的，就都不会成。
那你可以去告诉叔父，我的说法会是你主动给我的。你猜，子夜时分，你从我的玉兔殿出去，刚好我又衣衫不整，他会信谁？公主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以为我不敢吗？我只是思念夫君，有错吗？东西我会物归原主的，谁也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你就帮我一次，就一次，好吗，燕哥哥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这样？我这么信任你，你明明知道是我叔父下的狠手，才让我夫君昏迷的。现在他让你去负责夫君的脉安，不就是让你去盯着他，不让他轻易醒来？我知道，现在大半个吉星园都是叔父的人，因为叔父可以给他们近身，直接帮他们太平无虞。可那是他们怎么想我不在乎。但是你不能这样，你为什么这样？你不能这样。那我只求你一件事，叔父有朝一日一定会要我夫君的命。不知到了那天，你帮我保住夫君的命，可不可以，燕哥哥？我求求你了，燕哥哥。公主，你太看得起我了。韩风君命我做君上的医师，他若要决定君上的生死，我又有什么资格可以忤逆他的意思？我从来没想过你会是这样的人，卑鄙、无耻、趋利附势，你真可怜。好嘞，香喷喷的，来，小麦拿到那边桌去啊。哥哥，你点的葱油饼好了，请慢用。你眼里只有哥哥啊？哈哈，姐姐长高了，去忙吧，去吧。
花妖园之后，穆七百一直按兵不动，我怀疑他是在酝酿些什么。不急，他在暗，但我们未必在明。我已让不朽时刻盯着穆七百，他的行动迟早会浮出水面。嗯。仙君说是带我来茶寮议事，我倒觉得像是借口。是吗？其实那天晚上我是受了勾魂摄魄的影响，我说了些不该说的话。不是说好了谈正事吗？不然倒真像是我在找借口了。嗯。夫君，你醒了。怎么还瘦了？明明梦里，我老是抓到你，偷吃它。哪有？仙君，你在炼化妖元之时吃了不少苦，那妖兽想必也在影响着仙君吧？他们一直在试图蛊惑我，想让我接纳他们的力量。妖兽确实有诱惑，不管是穆奇柏还是别境，都不可能放弃这份力量。若非意志足够坚定，否则肯定会被妖元所影响。还好是你，还好是我，你就这么信我啊？季仙君，神君有请。参见神君。本君忽然召见，你似乎并不意外。自然，我一直等的，便是今日。天机不知用了什么法子解了本君身上的病症。公主定是感知形势危机，担忧君上即将遭难。遭难？你是说寒风君吗？君上昏睡期间，寒风君的心思亦无人不知。想必神君已听闻我炼化妖元一事，也早已感知到寒风君的所作所为。那您现在是否意识到，去客除弊已是势在必行了？望神君狠心断腕。是本君唯一的弟弟，我当然知道他想要什么。他耐不住性子，时有动作，甚至安排医仙在本君身边，这些本君都看在眼里。但是我一想到他曾经只是我那个不识心术的幼弟，我就狠不下心来。但未曾想到，
未曾想到他会如此利欲熏心，勾结逐水灵州，豢养妖兽，置刘景安危于不顾。你为吉星渊付出良多，本君敏感于心，但是妖兽军事关六境，凶险非常，你却独自背负，不肯上报，当思及后果。吉星渊半数跟随韩风君，吉贤君这样做也是怕走漏风声。更何况，正是因为父君早年对叔父放任做大，才有了如今局面。这样行事的吉星公，自然难得吉贤君信任。女儿从小就在心里起誓，要尽我所能，阻止叔父再伤害你。如今谁也不知叔父下一步要做什么，所以，无论父君有多么不忍心，女儿都请求你，以吉星渊大局为重，即刻捉拿叔父。我也想请求季贤君，再信任我们一次，与我们一起守护吉星渊。吉星公的确不值得信任，但也不是所有在位者都会受权柄奴役。为了六境生灵，我愿意尽可能联合所有人，但木西柏背后还有逐水灵州，只凭我们势单力孤，难以与之抗衡。恳请神君站在吉星渊生灵这边，下令捉拿木西柏。女儿恳请父君，即刻捉拿叔父。兄长身体尚未康复，应该好好休息啊。有事的话，找人去传达一下就好了。本君近日听到很多骇人的传闻，多半是关于你的。既然我身体已无大碍，我想听你亲口对我坦白。什么传闻？不说穿，是因为你是我的手足至亲。如果你还执意隐瞒妖兽军一事，那我只能别无选择了。这是谁捏造的谣言？子虚乌有，无稽之谈。兄长，难道你要听信外人所言，去怀疑自己的胞弟吗？齐白，你到底是何时变成这般的？哪般？你自幼体弱，从小便温厚体贴。我们兄弟以前一起修炼时，你那么善良，宁可自己受伤，也不愿意伤及别人。不愿？好一个不愿呢！我是不能啊，哥哥。但凡我要能更强壮一点，何至于总是落败？但凡我的兄长能再果敢一些，何至于总被那些老家伙们处处掣肘，无法肃清腐朽？但凡我们的神君能再决绝一些，吉星渊何至于连续沦为下三境？而哪怕到了此刻，我这个无能的兄长，居然还在称赞温厚、善良、仁慈，你根本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上。哥哥，吉星渊不会毁在妖兽军手里，只会毁在你这样的人手里。朝宇死了，龙里台出现无名教师的事情已经被许多人所知晓，逐水神君定会追查到底。
主上切记，定不能被发现。放心，不会被发现的。在外看来，穆启柏才是与朝宇最后见面的人。嫁祸给他，再合适不过。况且妖兽已经被鸡宝仔炼化，穆启柏没有了利用价值，他们不会放过他的。今日，吉星神君扣押了穆启柏。今日？是啊，尚未通传，看来这局棋，终是季伯仔更胜一筹。怎么会这般容易？当天空的云魄惹上我，侵蚀我的魂魄，直到软弱。骗自己爱一次就足够，就算从没有真心对许诺。从心空到你心中有泪滴答，要多久？而你给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赌咒，喝下了我的痛，只换你的自由。爱一旦拥有，宁愿与贼放手。在深渊背后挣扎许久，我想问天空，让这一生盔甲总是为你，或是又如何？命运从来没有错，太阳也终将会坠落。我拼命抵抗所有的荒谬。从星空到你心中有泪滴答，要多久？而你给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赌咒，我喝下了我的痛，去换你的自由。爱一旦拥有，宁愿彼此放手。